奇怪，怎么只手不攻了？那是什么人？赤牙居然都在给他让路。陈月，各位，我们等的敌人出现了。敢问先生是何人呢？陈月雷必成。我要见的是天驱大宗主吕归尘。我在等他做一个决定，这个决定关乎你们每一个人的生死。派人去把青阳世子找来吧。这个时候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各位，不用找了，他已经下去了。看见了吗？他和赤牙是同类，相信世子。即便他们是同类，在场又有谁敢只身走入赤牙阵中？你一定要成功。再不打就来不及了。我们谁也不知道，是雷必成死，还是吕归尘死，才能破这个阵法。那就让他们俩一起死。对，烽火旗，放箭！不要！别听他们，放箭！都不准动！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放箭！世子单独前来相见，是把那件事情想清楚了。白衣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天驱大宗主你曾经放弃的荣誉。你总想靠着自己的力量保护东路的安宁，我们也是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你总觉得我们跟你不是同路人。西远走，保护大宗主。是，快！世子这是第二次想要杀我。
世子，你走的是一条绝路，这绝路之上，连你的朋友都会舍弃你。就算是条绝路，我也要拉着你一起陪葬。你看，我告诉你，世子，你做的选择会让你的朋友和老师都死在这个战场上。世子，你知吗？只要杀了，就迟了。
阿苏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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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苏拉，醒醒啊！阿苏拉！醒醒！阿苏拉！醒醒！你醒醒啊，阿苏拉！我们险些被蒙蔽，着了陈玉的道，错过了李归尘，后生可畏。看到了吗？天驱的大宗主。我们也能活下来了。将军原来是担心赤牙会越过商阳关而来，不是，我是怕联军会被赤牙逼上绝路，会冲击我军。谁敢与一支绝路上的军队作战？那样的军队会比赤牙更加可怕。将军，那接下来我们该去哪里？国主早有安排，传我指令，全军准备，向帝都全速行进。是。西将军，希望你平安无事。捍卫九州，铁甲依然在。出征前来杯 Luckin Coffee， 好精神理所当然。小蓝杯谁不爱？来人，通知白翼将军，我要书信送往天启城。世子伤势如何？大将军，世子虽然伤重，失血过多，但好在年轻，尚无性命之忧。这段时间一定要好生静养才是。属下这就下去煎药。我就知道阿苏拉总是能大难不死的。殿下，世子需要留在商阳关养伤，但是大战之后伤亡营野，帝都的兵马尚虎视眈眈，此处不宜久留。殿下乃千金之躯，还是尽早的返回楚卫为好。此处臣会派良医照顾好世子。老师不必再劝我了。方才在围城之中，若是没有世子，我这个所谓的千金之躯，也不过就是凶徒手中的一团血肉罢了。我是一定要留在这里照顾他的。殿下，白将军，这里就交给殿下和基野来照顾世子吧。所有人都在欢呼，只有你还吊着个脸，怎么了？被一个少年给救了，还真有点惭愧啊。哼，你看我就不会这么觉得，我还觉得理所应当。他是大宗主，在灾难面前，他从来都不会置身事外。
看来这一代的大宗主还真的有点不一样，是我低估了你们。还你们？好吧，是我狭隘了。小周说的对，在生死面前，无论是这些将士，还是我们这些将军，都是凶徒手中的一块血肉罢了。刚才我还在想，要是你变成了赤牙，我会不会砍掉你的脑袋？这一切真的都结束了，陈月真的不复存在了。天驱沉寂了太多年，陈月的力量要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。只死了一个雷碧城，他还有很多狡兔。九州要想真正的和平，还需要很长的时间，所以天驱不能亡。在何处，以何种身份做事，都一样。白大将军，此一役我们胜得如此艰难，但好在我们胜了。多谢诸位的同心协力，白某惭愧，没能尽早破敌。嗨，那怪力乱神的东西，又有谁能知道呢？多亏了白将军和西将军护了那个世子，最终破阵。此战的功劳是大家共同的，我已经派人快马加鞭，把战报送到帝都了。白某倒要看看，长公主殿下会如何处置我们这些联军。商阳关一战尸横遍野，此役各国都伤亡惨重，不知道接下来诸位将军有何打算？每一家都有很多伤员在这里，不能都撤走。但留下来的话，若是长公主再围我们一次，恐怕是强弩之末，难以抵御。换言之，就是留下一国，照看各国伤员，剩下的诸位将军回国整顿兵马。倘若长公主再兴兵，互为援助，对吗？我想这是最好的办法了。不过，我刚刚接到国主的诏命，让我立刻班师归国。若是无人敢留，我留下。诸位将军恐怕都已经接到了国主的诏命。白某既然做了联军统帅，此事自然责无旁贷。白将军，你别忘了，此番一战，楚魏国伤亡最重。不瞒诸位，白某也接到了国主的诏命，也让你班师。楚魏国国主将亲自领兵来商阳关。国主，商阳关联军已经击败了赤崖镇。按照国主之前的部署，我们驻扎在北门的军队已经连夜赶往帝都。顾家等的就是这一刻。这个天启城该我接手了。吕归臣手刃雷碧城于乱军之中，却也陷入了昏迷，至今未醒。国主有何打算？镇国长公主殿下到。参见长公主。恭迎长公主。百里景洪，商阳关的战情你是不知道吗？你的2万兵士呢？为何不冲进关中杀了白毅他们？当赤崖阵起，白毅他们就已经知道，是长公主殿下把他们逼上死路。他们现在已经视您为敌人了。再者，雷碧城已经阵亡，殿下失去了最有力的筚柱。你们也想跟本宫作对吗？事实上，目前只有夏唐是殿下的盟友。殿下对顾家讲话，似乎应该客气一些。
昨夜，抵御商阳关北门的我下堂2万兵士已经星夜兼程，赶往帝都，随时候命。来得正好，让他们入城，便入金吾卫军下。臣还有事走，顾家此次进帝都，随行的还有50位文臣，以及宛州10省各行业的大掌柜。只要我一声号令，他们随时可以填补帝都及朝廷的空缺。整个下堂都是长公主最坚实的后盾，可保殿下称帝。臣想得到的，只是能号令诸侯国方伯之命，以及随时出入太清宫的身份。殿下，意下如何？世子，夕颜是来跟世子告别的。如果你能听到的话，我希望你醒来，不要再回南怀。希望你尽早回到故土。世子生性善良，在这乱世中，世子要自己多加珍重。若日后还有缘分，我们师徒再相见。老师，你真的必须立刻去下堂。国主的军令从天启飞鸽而来，速度比陈月倒下的还要快。军令上写得清楚，令我即日返回下堂。老西，你天驱的身份已露，还回得去吗？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老师，我真的不太明白。国主令北门的军队直接去了天启城，为何不能同往？这反而像是战败后的逃离。如今的九州，没有哪一块土地不是战场。我此次回去，就是要让国主清醒。商阳关一战，陈月要灭了5国联军，他们才是九州共同的敌人。你恐怕高估了百里景洪了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不正好是你老白的性子吗？哼。对了，有件事情，我正要问你。百里宁清，你打算如何处置？这一次是他自己说先不走，还有事情。一个不好打发的主啊，老白，你要小心伺候。哼，当年在天启城的时候，你也不好伺候。走了。此生可见处，屈指可数。将军，为何不能和老师联手？我们虽然有共同的敌人，但此生是不可能走到一块儿的。没你要找的人，
君爷，我真没有撒谎，真是有位漂亮的姑娘，给了我这个，还有一张纸条。那姑娘说，让我来这商阳关找一个姓姬，姬什么的将军，说他很厉害，很好找的。我就不认识这么个人，我们的将军只有姓西的和姓白的。小周殿下，姬爷，玉人有消息了。他怎么样了？他捎信回来说，是倚天瞻把他带去了青州。倚天瞻，那他不会有危险吧？他说他是自愿回去的，好像发生了什么，他想回去看看。我现在就去找他。是我把他弄丢了，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。那你要带点兵吧？带兵反而招摇，而且路途遥远。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把他找到，然后知道青州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阿苏勒怎么样了？还在昏迷中，不过有好转的迹象了。他要是能醒过来，一定愿意陪你一起去的。有你照顾阿苏勒，他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。等我把羽然带回来，我们一起去草原。好，等你们回来。这一路山高水远，千万保重。放心吧。唱，唱。叔叔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。拓跋将军，您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奉百里国主命令，捉拿罪臣西野。既然是国主要捉拿我，大可以下一道旨意，何必要劳烦拓跋将军在这儿演戏？国主的意思是，西将军在军中的军威甚隆，让我亲自来请你。既然拓跋将军来了，就跟他走一趟。叔叔，请。这是哪儿啊？玉皇曾经的宫殿。这是我父亲生活过的地方。我是不是也是在这儿出生的啊？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，当年你生日宴的盛况。皇宫里铺着金线的地毯，梁上挂满了精致的彩绘宫灯，随处可见是与人同高的雕花烛台，还有那日夜焚烧的珍贵的香料。天空的几百个鹤雪在上面不停地盘旋着，吟唱着。
可是现在，怎么就变成如此不堪的景象？他一定受到了什么变故，一定发生了什么。我们现在要尽快的去神庙去找贺玄，那样我们才能有战斗的力量。对，贺玄。贺玄只听金武神一个人调遣，他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控制。公主殿下，公主，一直以来，我都是听你说。是你告诉我，青州是一片茂密的丛林。可是丛林呢？现在又说带我去什么神庙，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？我也是很多年都没有回到故乡了。这里发生的一切比我想象的更加的严重。如果之前我就知道这里会这样的话，我决然不会把你带回来。不会的，相信我。好，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。你不是说我是姬武神吗？你要是再骗我，我就让贺雪一剑杀了你。愣着干什么呀？我又不认识路，带路。走，公主请。捍卫九州，铁甲依然在。出征前来杯 Luckin Coffee， 好精神理所当然。小蓝杯谁不爱？母亲。臣女拜见国主。小昭，来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这么多年了，都长成大姑娘了。臣等拜见国主。将军劳苦，将士们劳苦。
臣带3万将士谢国主爱重之情。将军不必介怀，快快请起。母亲这一路舟车劳顿，还是先回房休息吧。公主殿下，你们都退下吧。公主殿下，您有什么想做的，吩咐奴婢们就是了。我想自己来，你下去吧。是。你说的那些鹤穴在哪儿啊？就是眼前看到的这些。这不都是石头吗？学团，原本你们是我最后的希望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的样子。这里好像经历过激烈的打斗，他们会不会是在打斗之中背着石化的呀？石化之术，羽族人根本不知道，一定是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操控了这个地方。老头儿，不对，危险！快跟我走！弑君者古墨，15年了，你终究是回到青州了。就凭你们几个还想抓我不成？我问你，现在的青州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还有你们在为谁效忠？好像古墨大人没有资格问我们问题。你若是不降，我就先杀了他，再杀了你。干什么呀你？哎，干嘛？干嘛？
可如今，我还多了一个要守着的人，就是世子你。母亲，这些年我远在千里之外，都不曾对母亲嘘寒问暖，小周心里甚是愧疚。听工人们说，母亲夜咳难息，所以我特地熬了药膳，希望能对止咳有些效用。好，我尝尝。给。味道真的很好。这次能见到你，多亏了白将军。老师把我照顾得很好，这些年我见不到母亲，母亲的事都是由老师写信告诉我的。想来觉得自己还真是不孝，身为儿女，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甚了解。我离开帝都的时候，你只有5岁，冬天你穿着白貂绒，像个雪绒球一样。那是我对你的最后印象。见不到你，对我来说真的很煎熬。母亲跟我记忆中还是一样的，只是我可能已经不是母亲记忆中的雪绒球了吧。你现在出落的是越来越好看了。那母亲，我跟父亲生得像吗？像。殿下与国主十分相像。老师，以后回到母亲身边来吧。很多欠缺的事，母亲想慢慢补偿你。我虽然回来跟母亲团聚了，但恐怕我不是母亲想象中那样的女孩了。这些年，是真的发生太多事了。这是先皇留给你的遗物，在帝都大乱的前一刻被送出宫来，送到储位。我没有打开看，但看得出来，这些年先皇与你是兄妹情深。但作为母亲，我不希望你再回天启那个地方冒险。你是我的女儿，我希望你的余生都平平安安。禀告国主，太医刚刚传来消息，青阳市。真的醒了，小周，你知道吗？你战胜了雷碧城，你救了我们城里所有的人。现在西将军带着兵回到了下堂，姬野得到了羽然的消息，先去青州找他了。青州？
我再慢慢告诉你。你睡了这么久，一定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怎么了？小周，杀了雷碧城之后，之前的事情，我就都想起来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帝都的事情，包括是谁杀了你，你都想起来了？那些事情都过去了，你不用太在意。你是真的原谅他了吗？在我心里，一直把陛下当成我很好的朋友。他是做错了事情，但他也付出了代价。而且，我理解他的苦衷，所以我不恨他。但无论如何，我都还是应该跟你说一句抱歉。好啦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但帮助陛下是我自己的决定，跟你无关。你不用感到自责。阿苏勒，谢谢你。是我应该谢谢你。从帝都到小山村，又从小山村到商阳关，都是你在照顾我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。好啊，世子大人，你慢慢想，我等着。玉皇殿下，3大城邦之中的博木尔城邦已尽数搜寻完毕，所有敢于反抗的贵族都已杀死。谨遵您的吩咐，对斯达克城邦的搜寻也接近尾声，未再见到能凝翅而飞的羽人。玉皇殿下，您要的人我们抓到了。带他进来。憋死我了！你谁啊你？抓我干什么？你说话呀你！看什么看？似乎现在被抓着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，公主殿下？你到底是谁啊？你离开的时候还太小，应该不会记得。别害怕，我是博敏克，青州的新任羽皇。就你这样还新任羽皇呢？那我还说我是新任羽皇呢。你干什么？永远不要从外表去评价一个人。公主登陆之时，想必也看到了，如此盛况，只有羽皇能做到。就现在这样还剩……是你杀了那些人？我只是向所有踏上青州土地的人们宣告，青州已不再是以前的青州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很快，这里能飞翔的羽人全都得死。青州将是所有平民羽人的青州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残忍啊？我残忍？
你只知道你的父皇是羽皇，你对他又了解多少？他若是治下有方，也不会招来杀身之祸。你的父亲不过是个暴虐的君王罢了。你胡说，这就是你反叛的借口！你别说那么多废话，你要杀我就赶紧杀！我怎么会杀你呢？杀你不过刀进刀出这么容易。我要你亲眼看着幻想覆灭，这才是有意思的事。青州这场大戏才刚刚开始，只好先委屈一下公主殿下了。干什么？没事吧？他们刚才带你去了哪里？他们带我去见了一个叫博敏克的人。你认识吗？博敏克。是不是又想着要怎么骗我呢？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我父亲是一个受人爱戴的人，对不对？他根本不是。博敏克都跟我说了，他是一个暴虐的君王。你一直在骗我，你到底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怕你知道真相会难过。如果你认为我是骗子，在这里我说声对不起了。对不起就管用了吗？我恨你，我恨这片土地，我恨你把我带回到这里。没有告诉你这些，并不代表这里没有真实的发生过。你是一个羽人，必须要面对这里的一切。我面对？你一个弑君者，你凭什么让我面对啊？够了！我不是弑君者，我没有杀你的父亲，没有。15年了，我背负着弑君者的污名，我够了。我知道你痛苦，我呢，心如刀绞啊！对了，痛苦有时候就是一剂良药，让你看清事情的真相。公主殿下，你也看清如今的青州是个什么样子，所以我恳请你留下好吗？求你了。好，你想知道真相，我现在就告诉你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。当年的羽皇自负骄傲，好大喜功，四处搜刮民财，带着和学们去攻打华族和周边的城邦，多少青年羽人都惨死在他制造的战争中。而当年的我，
天驱理想所感召。我希望用变革来劝谏羽皇，我太过简单，我失败了，我被和血们抓住，羽皇硬生生地砍掉了我的一个翅膀。后来，我侥幸地逃了出来，找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疗伤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我不能和羽皇一样激进，因为那样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。等我伤好了之后，我又回到了秦都，我想再一次劝谏羽皇。可是当我到达宫殿的时候，羽皇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。从此，我离开了青州，一走就是15年，15年。当我再次踏上青州的土地的时候，我也万万没有想到，它会变得如此的不堪。之前没有告诉你全部的真相，是怕你知道后会难过。你这小小的年纪，不该背负残酷的现实。我后悔了，后悔把你带回青州来。再有一次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跟着你回来。可是我又能去哪儿啊？我们从帝都一路逃出来，逃到小山村，以为那是我们会一辈子生活的地方。可是到头呢，现在想想，小山村那个地方，可能根本就是个假的。这样的乱世，怎么会有那么美的地方啊？母亲，这些交给我来就好了。这些天你累了，母亲希望你睡个好觉。母亲从楚卫远道而来也很辛苦，这些交给侍女也可以的。你睡觉喜欢侧卧，靠床沿的这边一定要铺得厚一点。侍女哪懂得这些啊？这些年我总是把它放在枕边，就好像母亲陪在身边一样。小周，我们虽然不能相见，但是母亲每天都在想着你。母亲希望你将来过得比我好。那母亲这些年过得幸福吗？能有一个爱的人
他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。傻孩子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母亲就是担心你刚开始就走错。可我觉得，只要能每天都看着他，我就很知足了。你觉得好些了吗？已经没什么事儿了，在床上躺了那么久，一直闷着也难受。这些伤兵，真的能活下来的不足10至5、6。看到这样的黄尘匝地，蔓草阴谷，简直是要比在战场上更令人心惊。那天从崖上摔下去的时候，我以为自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。这几日看见你陪着白国主，其实我有点羡慕。我们都离开家的时间太久了，你会和他们一起回楚卫吗？楚卫是我的家，你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，是时候该回去陪陪我母亲了。你呢？要去青州找姬野和雨然了吧？是，我是要去找他们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想先看到你平安回楚卫。有白将军，还有这么多楚卫将士，我自然会平安的呀。你担心什么呢？在这乱世之中，你的身份太过特殊了，我担心你的安全。我们都是一样的人，只是我们的家乡隔着山，隔着海。若是分开了，我们还会不会再见面啊？当然会。无论你身在何处，哪怕远隔万里，我都会跨越山海去找你。这好像是你第一次对我说这样的话。有这句话就足够了，隔得再远我也不怕。殿下，国主有事，请前往议政堂议事。我去就来。母亲找我来是有什么急事吗？百里年轻突然求见，说是带来了下堂百里国主的消息，是关于青阳世子的。禀告国主，百里宁卿到。传。百里宁卿拜见楚卫国主。我在帝都的时候见过你的父亲，想不到你出身名门，却如同燕四般为权臣驱策，我真为百里公惋惜呀。感谢国主还记得家父。乱世飘零之人，能存世已是侥幸。若追论血脉，宁卿和百里国主乃是同宗。宁卿为百里国主做使者，来维系下堂和青阳的盟约，亦不算失礼吧。请世子随宁卿一同前往帝都。商阳关一战，百里国主剑指联军，寡人正要和四国国主联名弹劾百里国主，百里国主的诏命，请恕暂不能遵从。所谓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商阳关五国的恩怨与下堂青阳的盟约无关。若国主对下堂不满，自可请命代天子罚有罪。
但是青阳世子的事，还请国主不要干涉。宁亲公子，此事绝无可能。与青阳缔结盟约的那是夏唐，并非皇室，所以世子是绝对不可能再回到帝都的。况且如今世子有事需要去一趟青州，若是真的要履行盟约，也可以等世子从青州回来，再回到南怀，应该也不迟吧。百里国主也担心世子不会顺利归来，下令道：若是宁亲不带世子回去，恐怕帝都的2万军马就要剑指商阳关。帝都2万军马，围城之中，同是操戈。现在想与我们楚魏一战了？臣参见国主，恕臣来晚了。宁亲虽代为送信，却并不想看到此事发生。百里国主视楚魏为强弩之末，白某何敢退让？只怕其他4国也会向百里国主会战一场。一定要为1人杀万人吗？公子，你知道世子是个可信之人，他不会违背故土盟约的。可世子无牵无挂，无妻儿为质，无军队为凭。大国盟约以平为信，宁亲自然相信世子的人品，可是以何取信于国家？我猜到殿下一定会来找我。我是来问问公子，世子的事，你当真是为了百里国主而来的吗？千真万确。可你我都心知肚明，这东路可不仅仅有百里国主。世子若是去了夏唐，定是有去无回的。国主不会为难世子，可那住在太清宫里的人，就不好说了吧？宁亲明白殿下的顾虑。但此事，宁亲还是要劝殿下一句，要变通。如果我就是不同意呢？殿下不仅是世子的好朋友，更是楚魏的储君。恕臣直言，此时此刻，若楚魏要和夏唐开战的话，那天下的诸侯将伤亡殆尽。此一来，绝非臣所愿也。若殿下记得我们之前的对话，便应该相信我。宁亲有一个2全的办法，请殿下代之前往夏唐。殿下身份尊贵，代世子为质子前往，此乃大义，连百里国主也无可奈何，而世子则可以前往青州，完成心愿。公子不愧是这天下第一谋士，可是也不过只是一个权宜之计。那我在夏唐的安危，又如何保证呢？用我这一代百里家家主的身份，我给你准备好了糕点，放在你包裹里。这一路你可要千万小心，自己要记得照顾好自己。我知道了，你安心等我回来。嗯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希望你早点回来。你在楚魏，好好等我回来。我从青州回来就去找你，一刻也不耽误。
小兰。嗯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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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周！驾！启禀国主，臣有要事禀报。将军，请进来说话。国主，公主殿下留下了一封信，人却不知所踪。什么？母亲，原谅女儿不孝，我已在前往下堂的路上。她去下堂了。那孩子远比我勇敢。但愿那个庆阳世子不会负他。这天下会因为他们这一代人而变得更好的，我们所有的忍耐都是值得的。商阳关在这场战争中，成为一座积尸数万的死城。天降好雨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敢派兵驻防。从此，商阳关被称作枯城。